女嘉宾小钟23岁，来自江西学生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。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，好像你们2个人今天来这儿都是为了改变的，是吧？是吧？大学同学？高中同学，但是大学在同一座城市那样的。哦，高中同学。对。大学不同学。但是大学变成了恋人了哈。对，但是时间一久的话，发现各种不合适，三观呀，还有自己的一些生活方面、习惯方面都不合适。行吧，说说吧。他是一个不浪漫，然后也没有情调的一个男孩子。我是一个追求的就是希望有文艺一点，然后浪漫一点，有情调一点。很严重的一次是我们处了2年了，第2年七夕的时候，他第1年没过，第2年七夕的时候，提前1周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？前提是要有心思。他信誓旦旦的是跟我讲说 OK 没问题。七夕一大早我就很期待，我问他你有没有给我准备好？他说在准备好了，怎么样，就各种哄我。等到中午的时候我又开始问他，然后他说哎呀别着急嘛，怎么样。我怎么觉得你这像索要礼品？没有啊。因为女孩子很期待这个礼物嘛，也毕竟是第2次嘛，然后自己还明里暗里这样说了嘛。说啥呀？那不都是分手节吗？啊，1年才相见1回，牛郎织女多惨！你们过这什么节啊？这后来呢？后来的话，他就给我2张明信片，而且2张明信片一共就4句话，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余生都是我。但是你知道吧，就是我那么期待，结果就4句话，肯定是会有失落的。我就问他你到底有没有给我准备？然后他说走，我带你去逛街。在车上我看到旁边一个小哥哥拿着鲜花跟人家女孩子表白什么的，我就当时泪崩了。我就说你到底有没有给我准备？他说准备了，这不带你买衣服吗？我当时只是跟你讲，我要的是有一个心思的礼物，不是说非得要什么昂贵的东西的。你那明信片上的话想了多久？告诉我，兄弟。想了有一段时间了。你看，挺用心的啊，我觉得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呢？对吧？你写一首诗写给他，可能水平不高，但是你想了半年，每天都在想，不是挺用心思的吗？是吧？你那2句话也想了半年吧？有一段时间。你看有一段时间，挺有心思，你不理解，你知道吧？2句话你们觉得可能他想了一阵子怎么样，但是他自己又是自己在那想，又不去学习，我觉得他的态度就不行，他根本就没有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。行，这还不算什么，就平时生活上也是这样。有一次我们去散步，然后呢，我看到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场景，就是一个现场嘛，有气球啊，还有鲜花呀。气球、鲜花。对啊。开业仪式都这样浪漫吗？开业仪式吗？气球、鲜花吗？这是别人的。祝严老师公司什么什么什么，祝曲总的公司什么什么什么，气球一放啊。我一小姑娘，我会觉得啊，这挺好看的，知道吧？行，然后呢？对吧？然后我就跟他，我就跟他说多么好看啊！然后他就跟我来一句，就几个破气球，好看什么呀？你怎么像我这个岁数一样了呢？我就觉得真的没什么吸引眼球的。你觉得没什么，你就连骗都不骗一下，你就这样直接跟我讲了，我觉得很过分，好吗？可能我性格是比较直吧，不可能违背自己的心里话吧？那你不违背自己的心里话，那你违背我是吧？行，咱说事儿啊，还有什么？就是我把事情都安排，就是我把事情都安排的明明白白，他才按照一步一步走。但是我要不去做的话，他一点都不知道，就是做事情没有规划啊。有一次我半夜兼职回来，我提前跟他讲，我说你准备好，就是我们晚上就没地方住，你就是安排好了没有？他说信誓旦旦跟我讲说 OK 可以没问题，去我朋友家的住。结果我到了人家朋友家，敲2、3下，朋友可能睡了吧，太晚了当时。就是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有点生气了，因为我觉得你要是没有安排好，你最起码要准备2个方案啊，为什么就是你就那么相信你的朋友呢？因为我玩的特别好了，我就没想那么多，就直接去了，然后也没想到就是他不开门或者不在的。然后呢，这还不是重点，我在旁边找酒店，他一直在吵我，我当时已经很累了，他还叨叨我。然后我确实跟他冲他发了两句牢骚，他就直接冲我吼了。一个男孩子向一个女孩子吼算什么，对不对？我觉得特别不礼貌，而且你的态度就一点都不行，知道自己错了还这样对我吼，大街上的大晚上的，最后还是我找着酒店的。我一开始是先哄他，然后越哄他就越来气了，可能我就着急了。我只是说话声音大了一点，他根本不考虑我是个女孩子。对，这事儿我觉得他确实做的不好。
就是大晚上的，你至少要安排好，对吧？你怎么能让一个女生跟你去流浪呢？对吧？这事儿确实他做的不好，我们批评他不仅这样，他平时还特别妇女就是我跟他的生活。同志，咱们注意用词啊，就是你可以说他不是特别的阳刚啊，你不能说人特别妇女，好词儿啊，对吧？生活上面叫特别妇女，比如说大早上他早上怎么了？他可能就是过上那种中年生活了。我俩你说中年生活也不带说的啊，行吧，说吧。平时他就是出去买个菜的什么，就是他买菜啊？对，他就是早上啊？对，大早上8点钟起来去菜市场买菜，你知道吧？我是一个喜欢就是晚睡，然后也起得比较晚。他是一个喜欢早睡早起的人，然后他的世界只有我和他家人。好啊，现在还年轻，我谈恋爱我不希望的就是他这个样子，就是我希望他能够有现在年轻人的朝气，青春一点。我希望是这样的恋爱。那买菜也不代表不青春呢。他就是买菜的时候，他会说这个菜新不新鲜，然后这个菜对什么有营养。你会这个？会，我觉得特别棒哎。真的特别棒，我也你到菜场去买菜，你分得清楚那些菜的品种。你跟我说句实话，我分得出，我自己也会做饭，其实我自己都会的这些。就是他会。那你们俩都不错，挺登对的啊。现在好多年轻人连菜都不认识，天天就要浪漫啊，然后别人生活就说行，您说。我希望就是他偶尔去可以，但是不要天天这样。就有一次我出去。大早上8点钟就拉我起来，我那天身体也不舒服，我也没吃早餐。他在大街上，他就问我：“你吃早餐吗？你吃这个吗？你吃那个？”我不想回答他，我也不想理他，他就可能惹急了吧，然后直接冲我吼了。大街上经常这样冲我吼。不是你为啥不理他呢？我说了，我说不想吃，你就不要让我吃了。而且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我不想要的东西，我不想做的东西，你不要逼我去做嘛，就是这样。但是他就冲我吼，那个态度就一点都不行。然后我们走到一个水果摊的时候，他在挑水果，一串葡萄，他还给我，他说：“你把这个拿着，我去你旁边那个看一下。”他扎在里边，真的就他一个年轻，我当时崩溃了。我说：“你怎么会这个样子？而且大街上就我2个人比较年轻了。”不是你生活的是哪个城市？满大街就你们俩年轻？就是菜市场吗？这不也挺好的吗？大街上就2个年轻人，你不觉得根本不像是一种现在这个年纪该做的事情吗？那应该是什么样呢？起码就是去玩呀，去逛街什么的，就是这样，就不要整天围绕着那个柴米油盐什么的。对你怎么回事啊你？我可能就是喜欢早睡早起，然后也想给他灌输这种思想，因为他经常就是晚睡啊、晚起的，就是想以身作则吧。以身作则。他经常也不吃早餐，我当时有点着急，可能。我说他的话，他就生气了吧？我挑水果和挑新鲜蔬菜，我是觉得挺好的，为了咱自己的健康着想，是吧？就算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着想，但是你也不用那么大早，而且每天都这样吧？你就想我们去超市随便一个点去买那个水果，有什么新不新鲜，能够新鲜到哪里去吗？不，它贵呀，姑娘，确实超市比早市贵。然后。你知道他平时给我发什么东西吗？就是发那种养生的，什么枸杞啊、红枣啊，该怎么吃啊？我觉得特别无语，那些东西我从来不看的，所以以后不要再给我发这些东西了。还有别的男朋友给他女朋友寄什么零食，他给我寄什么红枣、枸杞，不挺好吗？但他就觉得，哎呀，吃一下那些挺健康的，你自己怎么样，就是总会给我买什么冰糖啊，我就特别受不了。是，你咋想的？我就觉得他可能身体不是特别好吧，想给他买点健康的食物给他吃，然后他经常吃一些这种垃圾食品，我就不喜欢给他买这种东西啊。那我也没吃多少次垃圾食品啊，那是垃圾食品吗？吃个巧克力？不，这个关于垃圾食品的问题我们就不说了啊，就过吧，反正就是你愿意吃的和他给你吃的不是一回事儿，对吧？你想要的他给不了你，是这意思吧？然后平时他老喜欢冲我吼，有一次我们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已经坐火车。大晚上的挺晚的了，然后我们去找酒店，那个酒店比较偏，在那一个立交桥的附近嘛。本来立交桥就是比较绕的，2个人提着行李箱，他也不找那个酒店在哪儿。我说找不着，有点着急了，他就问我找着没有啊，怎么样，然后开始叨叨，我又开始叨叨我了。我当时已经很烦了，你还叨叨我就确实冲他吼了2句啊，我说你别烦我了。结果他倒好，吼得比我还大声，就一点都不懂得谦让女孩子。我一开始也是在哄他嘛。不管用，然后就可能我也有点生气了吧。而且我让你去问那个路，你说你不去，凭什么我去？你觉得你这样是对的吗？问你呢？
不对。你都知道不对，这还不是1次2次了。是。有一次在银行的时候，我去办业务，我说去帮我问一下，因为我在排队嘛，排得挺久的。他说为什么我去，你自己不会去啊？我当时听了多尴尬呀，这么多人在那儿。你作为一个男孩子，为什么你就不能够自己去独立一点？他平时确实是一个比较就是害羞的，不怎么去擅长交际的什么的。我让他去做这个事情，我是希望他能够学会这些嘛。听懂了啊！恨铁不成钢，错没错？错了。姑娘，我问问啊，你别光诉苦了。其实你说那些苦我能理解，就是我想要的，我期许的，你永远给不到我。你认为好的东西，老想强加给我。可能我并不认为那个好，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。你们两家是不是经济条件不太一样啊？比较好，我的是比较那个一点。他们家条件好。对，但是我也没有就是经常去要求他怎么样啊，不，我都是我问这个事儿，我就想问问啊。但是看起来好像你家经济条件更好一些。可能我个人素养比较高一点吧。那我可没觉得。男生你也是希望女生改变，对吧？你希望她改什么呢？我们刚才听了好多女生在诉苦啊，男生你希望她改什么？希望她就改自己的脾气吧，然后就是我对她好，可能她要在乎一点，就是不要觉得是理所当然。男生还委屈呢，说我对你那么好，你都不理解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但是我就觉得你对我太好了，是一种很大的一个压力啊。你都觉得有压力了？对啊，他对我是很好的那种，但是我就是觉得这种好就是会形成一种压力的。你指的他对你好形成压力是指什么呀？就是我对他其实有的时候确实不太好，他自己喜欢我比我喜欢他多的太多了。哦天哪，你是这么谈恋爱的，这么理性啊？但是我是希望他不要总是臭脾气啊，怎么样？我愚钝，你是说事儿好吧？有一次啊，回家哈，我跟他提了很久，我说我要回家，他就说假期不够，一直拖到快结束了，学期结束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说真的想回家。就是那天晚上，他就跟我叨叨半天，我就听明白了，他就是怕他爸妈担心什么的。我说让我一个人回去就行了呗，他也不让我回去。结果过了几天，他兄弟结婚，第2天就买票回家了。我觉得很过分啊，就是你没有在我想要去做的时候陪我去做，那就是一种遗憾，那就是对我的不尊重。为什么你兄弟结个婚你就立马就回去了呢？我说回个家你就不能够陪我回去呢？因为我觉得就是离假期比较短了，然后就是你回家时这个事情也不是特别重要。我是想跟你一块参加我哥们的婚礼，然后我们再一起回去看你弟啊，这样也挺好的。那你后来也没有啊？我当时想去做，你就陪我去做就好了，形成遗憾那就是对女孩子的不尊重。女孩子最怕的就是遗憾。我当时想做，你就让我去做呗。他平时在生活上也挺亏待我的。亏待你啊？哎呦。对，就是亏待我。啊，说。就是他的生活费还不如我们班上女生的生活费高呢。哦。虽然说他每次都会给我，但是他要问我拿个什么买个什么东西，我都会还回去的。有时候还会去就是自己去倒贴。而且平时感情开销，反正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我。啥叫感情开销啊？就是在经营这段感情的时候，比如说出去玩啊、吃个饭什么的，虽然说钱在我这儿，但是我会垫啊什么的。啥叫钱在你那儿？我没搞懂。他的钱在我这儿。他的钱在你那儿不就行了吗？那怎么还提到亏不亏的呢？钱给我了，但是我就是想，有的时候我跟他说，我说你多问你爸要那么100-200块钱，你就是意思一下也好吧，对吧？就是不去，就是倔得要死。你说。然后我让他去兼职，他也不去，他有的时候还跟我别别扭扭，然后我跟他安排好了，他才去，去了没几回。你不觉得就是在2个人感情经营当中，如果说我这边付出太多了，就是其实我也很累的，好吧？哎，你们俩谁生活费高一些？我比他高，但是都是我自己去挣回来的，我基本上不问爸妈要钱的。哦，他是有稳定的生活费的。对，我是没有稳定的。你是没有，但是你会出去打拼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有一回去旅游嘛，去那个黄鹤楼，他就是看了一个门票价的时候，他说挺贵的，然后当时耍脾气，我当时也没理他，因为心情挺好的，不想打扰这个心情。然后等到我们都爬到第7层了，一共10层嘛，爬到第7层了，他还在玩手机，就特别过分。就是我一个朋友，就可能出了点紧急的事情需要我处理，然后我就想先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了，我再陪你啊。那个朋友他的事情有多久，非得离不开你啊？而且你的态度特别恶劣，好吗？直接凶我，那么多人看着我，一直拖到现在。这男生好像基本在你心里算一无是处了哈。也不是一无是处吧，他这个人就是适合结婚的那种。
但是对于我来说，不是我想要的结婚的那种。哦，那还结不结呢？我觉得就是他不改的话，所以我就很矛盾啊，所以我来到这个节目因为他陈列出他这么多毛病，然后呢，但是他在我心目当中，在这段感情的时间当中，他对我做的确实挺好的。我这么理解行不行？就是说，你也知道他对你一心一意，是吧？对。你也知道他爱你比你爱他多，是吧？你也知道这个人过日子是一把好手，对吧？对，过日子是一把好手。对，这些你都知道，但是你就发现跟这人在一起很累。喜欢他吗？喜欢啊。特别喜欢。对。愿意娶她吗？我愿意。这个恰恰就是你割舍不掉的一个重要因素吧？就是在我看来，如果说你对我太喜欢，对我付出太多。我就是不舒服。那你要怎样？因为最好也不行。我第一次听到说，曲你对我太好了，我承担不起，是这意思吗？本来感情就是一杆秤啊，如果说这边太重了，那边轻了，那就是会失去平衡的呀。那你重点呗。他这个样子，我没有办法再对他重一点啊。下面就是看看老师们的智慧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不能说一个男生给不了你想要的这种爱情的感觉，他就错。那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用你的理论的话，翻回来，你能给到他想要的爱情的感觉吗？你也给不到，是不是？那你有错吗？你也没有错，对不对？你们两个人只是对待爱情、对待生活的认知和态度不同，以及对待爱情的处理方式不同，没有谁对谁错。所以我觉得你要先从根儿上把这个想法掰过来。当然你也明白这个男生对你好，但是你要的是那种浪漫的爱情和梦幻的感觉，你这个也没有错啊。你现在拧巴在哪儿呢？就是你的虚荣心作祟。女生有虚荣心，我们不能说不好，但是你的这种虚荣心在生活当中，就是你一直在以这个虚荣心为你生活的一个标准，满足了你这份虚荣心，你就觉得是好的，满足不了就不好。你看你时时刻刻提到要尊重，然后呢，到了情人节的时候，你又主动去要礼物，那你觉得你自己尊重你自己吗？你主动要礼物，主动要惊喜，那得来的礼物和惊喜，那还算惊喜吗？包括你对待感情的这种的态度也是，你自己明明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明明知道他就是适合结婚的，但是你会嫁这样的人吗？世上没有完美的人，他就是这样一个榆木疙瘩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人，踏踏实实的人。你要改变他，改变不了你就说他错，你就说他不对，那这样不能太自私了。所以我觉得想清楚自己要什么之后，这个不是你的，改变不了，那就算了。那对男生想说的是什么？实实在在的爱情挺好的，没有什么必须要为对方去改变的。你爱一个人，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爱，就是这种表达爱的方式。你再怎么努力，你再怎么改变，他要的那个浪漫和梦幻的感觉，你达不到。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不是非常登对的那一对，还没有那么深的深爱彼此。好吧，想说的这么多，谢谢。谢谢山丹老师。来，曲子。其实我们每个人对浪漫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。浪漫不在于形式，浪漫在于你是否能接触到对方给你的那份爱。如果他是一个不对的人，他做出任何的事情他都不对，因为味道不一样，这就是爱情。如果你对这个人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他去为你买菜，为你的健康着想，这些所谓的真情你都理解不到的话，跟这样的人过日子结婚太无趣了，你会冰凉一辈子的。那什么样的人才适合结婚呢？一定是先有爱的冲动，自然而发的那种浪漫，而且只有你们两个人能够理解到，一句话一个动作都有可能是浪漫。所以女孩你犯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把谈恋爱和结婚分开。你觉得他是可以过日子的人，结婚的人，但他不是恋爱的人，错了。没有恋爱哪来的结婚呢？对不对？你这么想，其实你就释然了。你会发现这个男孩不错，挺好，但他不是你的那一款，他不适合你。你自己也知道他对你很好，你怕放掉这么一个好的人，太可惜。任何的爱情开始一定要有热度，最后变成温度，这样日子才能过下去。所以他和你既
不适合恋爱，也不适合结婚。男孩，如果你们俩分手，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，而是不适合，别强求，因为你没有捂暖他那份心的那种能力。所以与其在这棵树上吊死，不如去找真正能够欣赏到你的好的那个女孩，明白吗？男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严老师。我特别想先澄清一个很多人对于婚姻看法的一个误区啊，就像刚才姑娘几次提到，说他是一个不错的结婚对象，因为他这个会持家，柴米油盐会过日子，这就是适合结婚的对象吗？不对，是我们生活，我们过日子，结婚要柴米油盐，但是柴米油盐每家的滋味都不一样，所以未见得一个会买菜、会做饭、爱持家的男孩，就是所有人认为我婚姻就应该的样子。婚姻有很多种类型，关键是适不适合自己。但我认为女孩还是源于你对自己生活的不自信。如果你是一个自信的女孩，那我自己就可以把生活过得很浪漫，我不需要谁来帮我柴米油盐，我自己就是一个浪漫的载体。他买菜好啊，我做饭，我摆盘，我来搞浪漫啊，我把气氛做好了呀，我把这个生活过的是我想要的滋味啊。你依赖于别人给你浪漫，婚姻依赖不了别人给浪漫，浪漫要我们自己制造的。所以大家可能也都感受到，你们两个的性格和对生活的要求是南辕北辙，不适合在一起。但我也希望姑娘你能澄清一个误区，即便将来我们再次走入感情，未来走入婚姻，不要给自己限定模式，讲清楚自己要什么，自然就能把情感和婚姻捋顺，让你自己的心定下来，你自然知道这段感情何去何从，你自然知道我要的婚姻是什么样子，好吗？好，谢谢严老师。来，郭老师。我很高兴你感受到了压力，说明他爱你比你爱他多的那几分，在你的心里形成了愧疚，说明你是善良的。不像有些女生，明明知道对方爱自己更多一些，反而以此为沾沾自喜，成为利用别人感情的筹码。所以你的压力是一种善良的体现。爱对了，其实多多益善。那如果爱的不对，其实多一丝都别扭，的确是这样。但是一个善良的人也不免有虚荣心。其实仔细去想想，你的浪漫都是为了面子，你所有的骄傲都是因为你知道他爱你，你所有的恼怒都是因为你不懂得欣赏他，你所有的失望都不是失望于他，而是对自己失望。如果你对自己不是失望的话，你不会去羡慕那些形式上的浪漫。女人都有虚荣心，但女人的虚荣心和男人有两种关系。有些女人用自己的虚荣心去成就男人，有些女人用男人来成就自己的虚荣心。你是属于后者。你们俩要是天天结了婚，那账根本算不清楚，你觉得自己太亏了。选择一个自己不爱的人，多多少少我得获取一些别的东西，但这个男人没有浪漫，给不了你想要的。但错失一个适合结婚和总是忠诚的守在原地的人，你又觉得有点划不来。但是做人不能太贪心。我们今天这些中年人在这儿告诉你说，什么样的浪漫才是真正的浪漫，没有用的。毕竟过过日子之后，结过婚才知道，如果身上只有2个铜板，买一瓶矿泉水，你喝一口我喝一口，那就是浪漫。如果这事儿说得这么清楚，你马上就能领悟的话，那这个日子就不需要过了，那我们这些人也白过。所以我们不企图今天能说服你，但只想告诉你一点，就对于一个真正喜欢你的人，愿意为你付出的人，你可以不爱他，但你不可以伤害他。你可以不爱他，但是你要尊重他。也许尊重他的最好方式就是离开。我不拖着。我觉得坚持己见和包容别人没有冲突，在坚持己见的同时，也可以包容别人，尊重别人的一种生活方式。就是我过我的平淡日子，你想要你的浪漫生活，我尊重，但如果我给不了，我就知趣的离开，好不好？就这个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你觉得一个人跟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人，可能你第一眼都没有爱上他的人，
你一直也没有爱上他的人，在一起能快乐吗？我觉得不快乐。但是生活其实就是这样。还有一些人说，我一开始见他就很快乐呀，后来在一起谈着谈着也分开了。因为你要记住，人都是会变的。此时的想法，3年之后还这么想吗？所以这就是人之所以活着最精彩的地方。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那我们就真诚的对待今天我们内心，坦诚的表述自己的想法，也应该坦诚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事。男生加油，女生也加油，挺好的。我这段情感里面看到的没有那么多的龌龊龊龊，没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，其实有的就是我坚持我的，我坚持我的。因为我们年轻，不懂得如何去融通这一部分东西。生活就是因为一个又一个的误会，才显得那么的奇妙和多彩。所以今天不管结果怎么样，希望你们都能勇敢的去面对，好吗？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其实我觉得我可以陪你成长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就是端正你的态度。像我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你是好的，但是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。如果说你再不去改变的话，我觉得我会坚持我自己，掩门而去。我希望就是你给我一些时间吧，我会反思我的问题，然后努力改正，然后把自己的不足都变成那种好的。你每次说就是会改变，会去做，但是真的时间我觉得没有去太多的证明你真的做到这些我所期望的。所以请亮灯。来，男生放的记忆是照片是吧？为什么放这张？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去外面旅游，我想纪念一下这个时刻，然后就是希望就是未来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我陪在他身边。女生放的是什么？我送给他的是一支口红，那是他第一次送我口红。我只是想告诉他，我不要太贵的，我也不要太好的，但是你一定要有。谢谢你们，庆辉。好，来，请关门。来看这对年轻人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来，女生。你想到是这个结果了吗？有点惊讶。释然吧，生活有太多的错过，错过也就错过了。就像我出来是希望我能够就是了解他的世界，然后可以去改变我心里的想法，说不要去那么倔强做一个真实的自己。但是我所以我就出来了，但是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果。谢谢你，请回吧。谢谢。就一点情话，说不